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1. 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国对加拿大出口产品征收10%关税。据加拿大新闻报报道，今年6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停止与加拿大的所有贸易谈判，理由是加拿大一意孤行推出针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数字服务税，这让两国贸易关系彻底破裂。其实早在今年2月，美国就已经对加拿大除石油能源外的商品征收了25%的重关税，而石油能源的关税则是10%。最近10月25日，特朗普又威胁要在现有基础上再加征10%，仅仅因为加拿大安大略省投放了几条批评美国关税的电视广告。对比过去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期的零关税，如今的美加关系显得格外孤立和对抗。这场关税战会对北美经济造成多大破坏？专家指出，加拿大 GDP 可能下降最高5%，上百万人面临失业风险，而美国消费者也将承受更高的商品价格，两败俱伤的局面已经显现。2. 中国5年计划优先考虑技术和国内消费者。据美国媒体报道，中国正在全面推进“十四五”规划收官，并即将启动“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这次规划把科技自主创新和扩大国内消费放在了最优先位置。具体措施包括加大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的研发投入，培育专精特新小居人企业，同时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17%。与此同时，政策还着力提升居民收入，完善社保体系，让老百姓敢消费、能消费。对比过去依赖出口和投资的发展模式，这次规划体现了中国经济从世界工厂向技术强国和消费大国转型的决心。这种转型能否成功应对外部压力？经济学家认为，通过强化内需和技术创新双引擎，中国正在构建更加自主可控的经济体系，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这将大大增强应对贸易摩擦的韧性。3. Sam Altman 资助开发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初创公司。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今年8月13日，OpenAI 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 正式宣布与 Alex Blania 联合创立脑机接口公司 Merge Labs， 估值高达$8.5亿美元，首轮融资2.5亿美元主要来自 OpenAI 风投团队。这家公司最大的特点是采用非侵入式超声波技术，不需要像马斯克的 Neuralink 那样在大脑中植入电极。Altman 早在2017年就提出人机融合理念，认为人类必须与 AI 融合才不会被淘汰。如今，硅谷两大科技巨头 Altman 和马斯克的竞争，已经从人工智能延伸到了脑机接口领域。技术路线的选择将决定谁能率先实现人机融合。非侵入式技术能否超越植入式芯片？神经科学专家表示，虽然非侵入式技术更安全，更容易被大众接受，但信号精度和实时性仍是挑战。未来两种路线可能会在不同应用场景中并存发展。4. 前中情局官员，巴基斯坦将输给印度。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前中情局反恐行动负责人约翰基里亚库在10月24日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表示，在任何常规战争中，巴基斯坦都会输给印度。这位在中情局工作了15年的前官员说，我不是在谈核武器，就是常规战争，巴基斯坦毫无胜算，不断挑衅印度，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他还指出，印度已经展现出强硬态度，从2016年的外科手术室打击，到2019年的空袭巴控克什米尔，再到今年5月针对26人遇难的帕哈尔加姆恐袭事件发动的辛杜尔行动，新德里已经不再保持战略忍耐。对比过去，巴基斯坦凭借核威胁让印度投鼠忌器，如今这种平衡正在被打破。这番表态会如何影响南亚地区紧张局势？军事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情报系统前官员的公开表态，很可能给印度带来更大信心采取强硬措施，同时也向巴基斯坦发出警告信号，南亚和阴影下的军事对峙将更加危险。5. 据报道， OpenAI 正在开发 AI 音乐创作工具。据美国科技媒体报道，
OpenAI 正在秘密开发一款能够根据文字和音频提示生成音乐的人工智能工具。这个消息是10月25日由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首次披露的。据知情人士透露，这款工具可以为视频自动配乐，也能为人声录音添加吉他等乐器伴奏，甚至还能进行风格转换。最有意思的是 ，OpenAI 专门找来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学生标注乐谱，为 AI 提供专业级的训练数据。目前还不清楚这款工具会作为独立产品推出，还是整合到 ChatGPT 或视频生成工具 Sora 中。对比谷歌和 Suno 等公司已经推出的 AI 音乐工具， OpenAI 这次入场显得有些姗姗来迟，但强大的技术实力让业界充满期待。AI 生成音乐会彻底改变音乐产业吗？音乐版权专家警告说，如果 OpenAI 不能妥善解决版权授权问题，很可能重蹈 Suno 被唱片公司集体起诉的覆辙。AI 音乐的合法性将成为行业最大争议。6. 俄罗斯测试新型可携带核弹头的海燕巡航导弹。据美联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0月26日正式宣布，具有无限射程的核动力巡航导弹海燕已成功完成关键测试。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普京汇报称，这枚导弹在10月21日的测试中飞行了4万公里，在空中停留约15小时，而这还远未达到其极限射程。这款北约代号为天坠的导弹最可怕之处在于，它采用核动力推进，理论上可以从任何意想不到的方向绕过所有导弹防御系统发动攻击。普京特别强调，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武器，其他国家都没有。对比美国和中国的常规巡航导弹，海燕的射程优势几乎是颠覆性的，这让全球战略平衡面临重大变数。这款武器会引发新一轮核军备竞赛吗？国际军控专家指出，核动力导弹存在核污染风险和安全隐患，如果其他核大国效仿研发，将严重破坏现有军控体系，让全球核安全进入更加危险的境地。7. 苏丹叛军向达尔富尔最后一个军事据点法希尔推进，引发平民屠杀担忧。据荷兰媒体报道，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在2025年4月对达尔富尔地区最后一个政府控制的重镇法希尔发动猛烈攻击，造成至少62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15名儿童和17名妇女。联合国驻苏丹人道协调员恩奎塔萨拉米紧急发出警告，法希尔可能面临更大规模的袭击。就在攻击前几天，扎姆难民营也遭到轰炸。这个原本收容50万难民的营地被夷为平地，幸存者被迫向法希尔逃亡。对比2023年快支部队在西达尔富尔州对麻萨利特族进行的种族屠杀，国际社会担心历史正在重演。自2023年苏丹内战爆发以来，已有超过15万人丧生，近1300万人流离失所，占全国人口1/5以上。国际社会能否阻止新一轮人道灾难？人权观察组织指出，快支部队背后有阿联酋的武器和资金支持。如果国际社会不立即采取行动，切断外部援助并施加压力，达尔富尔可能重演卢旺达式的种族灭绝悲剧。8. 科学家发现可能形成地球的一颗被毁灭的行星的证据。据美国科技网站报道，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在10月14日宣布，他们在格陵兰、加拿大和夏威夷的古老岩石中发现了45亿年前原始地球的化学指纹。研究团队负责人尼可涅教授表示，这可能是第一个直接证据，证明原始地球的物质被保存了下来。这个发现的关键在于钾同位素的不平衡，这些古老岩石中钾40的含量明显低于现代地球表面。科学家认为，在地球诞生不到1亿年时，一颗火星大小的天体撞击了原始地球。这次毁灭性碰撞不仅产生了月球，还彻底改变了地球的化学成分。对比之前，科学家以为原始地球的所有痕迹都已被抹去，这次发现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地球最初的模样。这个发现对理解地球起源有多重要？行星科学家指出，这些原始物质的化学特征与已知陨石都不匹配，说明形成地球的原始物质尚未在太空中被发现，这将改写我们对太阳系形成的认知。9. 基于蘑菇的活体计算机模拟神经活动。据美国科学日报报道，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团队在10月26日宣布，他们成功让香菇变成了有机存储芯片，能够像大脑神经元一样处理和存储信息。研究负责人约翰·拉罗科博士介绍，他们培养成熟的香菇和蘑菇，脱水后连接到电路上，发现蘑菇能够在电信号的刺激下切换电气状态，每秒可以切换5850次，准确率达到90%。最神奇的是，当频率过高，性能下降时，只需像人脑一样连接更多蘑菇就能恢复稳定。对比传统硅芯片需要稀有金属和高能耗生产，蘑菇芯片可生物降解，成本低廉，待机时几乎不耗电，而且培养蘑菇就像种菜一样简单。蘑菇计算机能取代硅芯片吗？技术专家认为，虽然目前性能还远不如传统芯片，但在边缘计算、航天探索和可穿戴设备等低功耗场景中，蘑菇芯片的环保优势和类脑特性将开辟全新的绿色计算时代。以色列要求对战后加沙国际部队拥有否决权。据中新网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26日在内阁会议上放出狠话，对于将要派往加沙的国际维和部队，以色列将一手决定谁能来，谁不能来。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我们掌控自身安全，以色列将决定哪些部队不可接受。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证实，以色列确实握有否决权，已有国家主动申请参与，但必须是以色列放心的。这项特权引发争议，尤其是土耳其这个北约成员国首当其冲被排除在外，原因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长期批评以色列，甚至接纳哈马斯领导人。与此前加沙冲突期间国际社会呼吁停火，多国谴责以色列军事行动形成鲜明对比。如今以色列在战后安排上反而掌握主导权，这种转变格外引人深思。这种由冲突一方决定维和部队成员的做法，会对国际维和机制的公正性和权威性造成什么影响？国际关系专家指出，这开创了一个危险先例，可能让未来其他冲突地区的当事方也要求类似否决权，严重削弱联合国维和体系的独立性和有效性。新书披露，唐纳德·特朗普在1月6日的电话中称麦克彭斯为懦夫。据卫报报道 ，ABC 新闻记者乔纳森·卡尔的新书反击，唐纳德·特朗普与改变美国的竞选首次公开了彭斯的手写笔记，揭露了2021年1月6日国会骚乱前那通关键电话的惊人细节。当天上午11点，特朗普向彭斯施压，要他阻止拜登当选结果认证，但彭斯坚决拒绝。特朗普恼羞成怒，骂他是软骨头，还威胁说你会作为一个懦夫被载入史册。彭斯在笔记中写道，自己回应，违法不需要勇气，守法才需要勇气。笔记旁边还画了一个生气的小表情。白宫助手证实，通话变得异常激烈。伊万卡说，父亲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语气。大约1小时后，特朗普在椭圆形广场集会上直接针对彭斯发表演讲，随后暴徒冲击国会，高喊吊死麦克彭斯。回想起来，这通电话成了两人多年政治联盟走向破裂的决定性时刻，彻底改写了美国政治版图。这场决裂对美国民主制度和共和党内部团结会产生什么深远影响？政治分析师认为，彭斯坚守宪法原则虽赢得尊重，但也让他在特朗普支持者中失去地位。共和党的分裂可能长期存在，影响未来选举格局。拉夫罗夫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并未违反布达佩斯备忘录。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0月26日在接受匈牙利 YouTube 频道采访时，毫不掩饰地宣称俄罗斯没有以任何方式违反布达佩斯备忘录。他强词夺理地解释说，备忘录只规定核武器不会用于攻击无核国家，仅此而已。这番说辞彻底无视了备忘录的核心条款。1994年，俄罗斯、美国和英国明确承诺尊重乌克兰的独立、主权和现有边界，不对乌克兰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然而，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2022年又发动全面入侵，公然撕毁当年让乌克兰放弃核武器的安全保证。拉夫罗夫还倒打一耙，声称是基辅政权违反了少数民族权利等义务。这种颠倒黑白的说法，让国际社会对核裁军协议的信任度跌到谷底。
许多国家开始重新思考是否还能相信大国的安全承诺。这种公然违背国际协议的行为，会对全球核不扩散体系和小国安全保障产生什么致命打击？军控专家警告，乌克兰的教训让很多无核国家意识到，放弃核武器换来的纸面保证靠不住，可能引发新一轮核武器扩散浪潮，威胁全球和平稳定。13. 澳大利亚拒绝对人工智能训练给予版权豁免。据卫报报道，澳大利亚政府10月27日正式拒绝给予人工智能开发商版权豁免，明确表示不会放松版权法来允许 AI 公司免费使用创作者作品进行训练。司法部长罗兰德强调，澳大利亚创作者是文化的命脉，必须确保法律保护到位。此前，生产力委员会曾建议引入数据挖掘豁免条款，但遭到创作者群体强烈反对，称这等同于合法化盗窃。澳大利亚作家协会 CEO 海沃德指出，科技公司已经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大规模使用版权作品训练 AI。这一决定让澳大利亚成为全球少数几个在 AI 时代明确保护版权的国家之一，与美英等国放任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这将对全球 AI 产业格局产生什么长远影响？专家认为，澳大利亚的强硬立场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迫使其他国家重新审视 AI 与版权的平衡，最终推动建立全球性的 AI 授权框架，让创作者获得合理补偿，而不是任由科技巨头免费掠夺。14.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停火因边境冲突而受阻。据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报道，巴基斯坦和阿富汗10月15日达成的48小时停火协议未能持续，边境冲突再度爆发。双方在10月初开始的激烈交火中，已造成至少37名平民死亡，425人受伤。巴基斯坦指控阿富汗庇护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分子对其境内发动袭击，阿富汗塔利班则指责巴方率先开火袭击平民区域。48小时停火期刚过，巴基斯坦就在10月17日再次对阿富汗帕克蒂卡省发动空袭，导致10人死亡。直到10月19日，在卡塔尔和土耳其斡旋下，双方才在多哈达成新的立即停火协议。这场冲突让2021年以来的两国关系跌至冰点，曾经的盟友如今格外孤立。这场冲突会对南亚地区稳定造成什么深远威胁？分析人士警告，巴阿边境冲突可能为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等极端组织提供可乘之机，让本就脆弱的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甚至引发更大规模的难民危机或人道灾难。15. 中美达成初步贸易协议，避免关税。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0月26日在马来西亚宣布，中美已就贸易协议达成实质性框架，将避免特朗普威胁从11月1日起对中国商品加征额外100%的关税。中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李成钢确认，双方达成初步共识，涉及稀土出口管制、芬太尼问题和大豆采购等议题。特朗普和习近平预计本周四在韩国会面，最终敲定协议细节。今年4月以来，中美关税战持续升级，美国对华关税一度飙升至145%，中国对美关税也达到125%，直到5月，双方才在日内瓦达成90天关税暂停协议，将税率大幅降低。如今这份新框架协议延续了缓和势头，让全球市场松了一口气。这场关税拉锯战会对全球经济秩序产生什么根本性改变？经济学家指出，中美反复的关税博弈已经迫使各国加速寻找供应链替代方案，长远来看将重塑全球贸易版图，可能导致世界经济走向区域化而非全球化。16. 裸鼹鼠的基因修复机制可能蕴藏着长寿的秘密。据巴西圣保罗夜报报道，中国同济大学毛志勇教授团队10月9日在科学杂志发表重磅研究，首次揭开了裸鼹鼠长寿的基因密码。这种外表皱巴巴的小动物寿命可达40年，是同体型啮齿动物的10倍，而且几乎不患癌症。研究发现，裸鼹鼠体内一种名为 KGS 的蛋白质上仅有4个氨基酸发生了突变，就将人类细胞中的 DNA 修复抑制因子彻底转变成了修复增强因子。这意味着裸鼹鼠能高效修复 DNA 损伤，延缓衰老进程。更令人兴奋的是，
当研究团队把这种突变引入果蝇和小鼠体内后，它们的寿命都明显延长，衰老症状得到改善。这一发现与此前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的研究相呼应，后者成功将裸鼹鼠的长寿基因移植到小鼠身上。这项研究会为人类延寿带来什么突破性进展？专家认为，如果能将裸鼹鼠的基因修复机制应用于人类，可能开发出革命性的抗衰老疗法，不仅延长寿命，更重要的是提高生命质量，让人们远离癌症、神经退行性疾病等老年病困扰。17. 俄军进入战略要地波克罗夫斯克，激战正酣。据多家媒体报道，乌克兰总参谋部10月26日证实，约200名俄军士兵已渗透进入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重镇波克罗夫斯克，城内正在进行激烈巷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在当晚视频讲话中首次承认，俄军已经进入这座城市，局势非常困难。俄军利用恶劣天气干扰乌军无人机作战的时机，以小规模步兵分队渗透战术，在城内建立多个集结点。更严峻的是，波克罗夫斯克南部的乌军部队几乎失去联系，部分阵地要么只剩伤员，要么完全无人防守。德国图片报军事分析师直言，乌军出于政治原因死守这座城市，已陷入噩梦般的收缩包围圈。俄军还向乌军发出投降呼吁，但遭到拒绝。自8月以来，这一地区已有超过 1.57 万俄军伤亡。波克罗夫斯克失守会对乌克兰战局产生什么连锁反应？军事专家指出，波克罗夫斯克是乌军在顿涅茨克的关键补给枢纽，一旦陷落，将切断多条补给线，导致邻近的米尔诺格拉德等城市守军陷入绝境，可能引发乌军在整个东线防御体系的连锁崩溃。18. 专家认为，普京担心俄罗斯经济陷入困境，引发政变。据英国电讯报报道，克里姆林宫正陷入恐慌，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政变的担忧日益加剧。10月，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对流亡商人霍多尔科夫斯基及反战委员会成员提起刑事诉讼，指控他们策划暴力夺权和建立恐怖组织。专家认为，这明显暴露出普京的脆弱处境。大西洋理事会欧亚中心高级主任赫布斯特直言，克里姆林宫正滑向偏执，普京确实有理由担心俄罗斯经济正在崩溃，企业被飙升的利率压得喘不过气，经济发展部警告国家濒临衰退。更严峻的是，银行危机迫在眉睫，约 23% 的企业贷款，相当于1900亿美元，都被军工企业持有，这占俄罗斯年度联邦预算的 37%。与此同时，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无人机袭击，特朗普对俄罗斯2大石油公司实施制裁，印度和中国也削减了石油采购，让普京的战争机器和财政收入雪上加霜。俄罗斯经济危机会如何动摇普京的权力根基？分析人士指出，经济崩溃可能引发精英阶层内部分裂，当忠诚的商人和官僚发现自己利益受损时，他们可能成为政权最不稳定的因素。历史上苏联解体就始于经济危机引发的信任崩塌。19. 乌克兰无人机战争为北约现代冲突提供了经验教训。据乌克兰新闻社报道，乌克兰战场上的无人机作战正在改写北约的作战手册。自2022年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利用成本仅2500美元的拦截无人机，成功击落大量俄军攻击无人机，成功率高达 70%到90%， 远比动辄100万美元的防空导弹划算。更关键的是，乌克兰建立了从民间志愿者到政府主导的完整无人机生态系统，这种战时创新速度让美国公司都望尘莫及。北约盟军转型司令明确表示，乌克兰每天都在学习和适应，而北约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跟上这匹飞奔的马。历史上，北约从未在如此短时间内从一场实战中吸取如此密集的经验教训。这种低成本、高效能的无人机战术会从根本上改变未来战争的成本结构和作战模式吗？军事专家指出，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传统的高成本防空系统将面临淘汰，未来战场将由数以万计的廉价无人机主导。这不仅会降低战争门槛，更可能让中小国家获得前所未有的非对称作战能力。20. 布鲁姆斯伯里首席执行官表示，人工智能可以提升创造力并克服写作障碍。
据英国独立报报道，出版《哈利波特》的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 CEO 奈杰尔·牛顿刚刚放出重磅言论：人工智能不会扼杀创造力，反而能帮助全球80亿人跨出创作第一步。这位当年签下 J.K. 罗琳的出版巨头认为， AI 能有效克服写作障碍，让那些原本不敢尝试创作的人找到起点。更值得关注的是，布鲁姆斯伯里刚刚达成首个 AI 授权协议，允许学术作品用于训练生成式 AI， 作者可自愿参与并获得版税。但牛顿也强调，读者深层次需要的是知名作家的作品，因为人类天生更信任大品牌的权威性，这一点 AI 永远无法取代。这种 AI 辅助创作但不能替代名家的观点，真能平衡创作者和科技发展的矛盾吗？出版业分析师认为，这可能开启一个新时代，普通人用 AI 降低创作门槛，但顶尖作家的稀缺价值反而会进一步提升，形成全民创作加明星溢价的两极分化格局。21. 罗马尼亚在布加勒斯特开设世界上最大的东正教大教堂。据比利时晨报报道，10月26日，世界上最大的东正教大教堂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正式开放。这座人民救赎大教堂高达134米，拥有2.5万平方米的马赛克装饰，能容纳5000名信徒同时礼拜，打破了俄罗斯圣彼得堡大教堂保持的高度纪录。项目历时15年，耗资超过2.7亿欧元，90%资金来自公共财政。教堂位于布加勒斯特制高点，巨大的圆顶从城市任何角度都清晰可见，就像矗立在议会宫旁的精神地标。但争议同样巨大，在罗马尼亚拥有欧盟最高预算赤字，部分地区还缺乏自来水的背景下，这座教堂被批评为天堂投资优先于人间福祉。在经济困难时期是巨资建造宗教建筑，会成为凝聚国家认同的象征，还是加剧社会分裂的导火索？社会学家分析，这座教堂正好映射出罗马尼亚的矛盾，老龄化信徒视其为精神复兴的象征，但年轻世俗化群体认为这是公共资源的浪费，未来它更可能成为旅游景点而非信仰中心。22. 印度和中国时隔5年恢复直航，标志着关系改善。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10月26日晚，印度电缆航空从加尔各答飞往广州的首班直航航班起飞，标志着中印两国在中断整整5年后正式恢复直航。这是继2020年边境冲突将双边关系拉至60年来最低点之后，两个拥有28亿人口的邻国关系回暖的重要信号。中国东方航空也将从11月9日起每周3次往返上海和新德里。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前中印每周有约50班直航，每月500班，而现在只是谨慎试水。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馆透露，初步目标是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与德里、加尔各答连接起来，这对纺织、电子等行业的贸易往来意义重大。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谨慎姿态，能否真正打破两国关系的坚冰？国际关系学者指出，虽然直航恢复是积极信号，但印度至今仍未放松对华投资限制和签证管控，甚至以含有中国零部件为由取消400架无人机订单。这种矛盾态度表明，印度在改善关系与战略戒备之间仍在摇摆，真正的互信重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啦，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